嗨 Hello 这集来稍微再聊一下圆满。上次那个讲彻底圆满的时候，我们用直播的方式啊，然后一直断的，然后没有办法很流畅的去跟大家谈这个事情。这一集也不是算是重谈的，就是稍微流畅的去补充一下上次一直没有办法顺畅连接的这个状态，然后再来稍微聊一下这个事情。圆满，彻底的圆满。之前有说到，每个人其实他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轨迹上面，他在追求的就是那个彻底的圆满。为什么我们要创业啊？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某一些现象，然后想要达到某一些成就什么？其实我们都在追求彻底的圆满，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一直不知道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追求所有的现象，这些追寻的道路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只是觉得说，我还不够，我欠缺了什么？你会觉得说我缺钱啊，有了钱之后你就缺名声啊，有了名声之后你会觉得钱也还不够，名声也还不够。为什么会觉得不够？是因为奇怪，我明明就已经达到我理想中的状态了，但是怎么还是觉得就不满足？那个不满足从何而来啊？就是我们不能够明白，其实那个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在人生的轨迹上不断走，我们不断追求，不断得到，我们不断学习到，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都会发现，当你一抓到那个成果的时候，好像马上瞬间满足了一下子，那过后就奇怪，怎么还是不对啊？我还是没办法完全圆满啊，没办法完全幸福，就是不够。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么一个人就追了一辈子。然后其实这种过程非常浪费时间，就是明明就追不到，然后但是就去一直追，然后用一辈子的时间，然后念书的时候，然后出社会的时候，然后创业啊，然后或者追求某一种成就，然后就一直追，然后追到我们体力不行了，然后又接近黄昏了这样，然后就最后就睡觉了，又剧终了这样。剧终。对啊，这个连续剧嘛。不管你演50集、60集，然后一直拖戏，不管怎样啊，最后还是要剧终。对啊，是 game over。game over。所以浪费整辈子的时间呢，在做这些事，那都得不到啊，其实很浪费时间。我们就是要跟大家来探讨说，其实这个彻底的圆满到底在哪里？在哪里？彻底的圆满不在现象上面，所以追现象是毫无意义的。那就有很多人有所体会，可能已经是老灵魂啦，这样，那到了一个程度，他就发现，向外追现象完全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圆满。好吧，那我来追心灵好了，我开始往内走，我要开始学习各种的课程，上了一大堆课，能上的都上了，因为之前可能花了半辈子去赚钱，然后赚了很多钱，然后钱赚到了，然后现在发现赚钱上面，或者事业上面没有办法这个彻底的圆满，好吧，那就换个方向来追求心灵的。有钱赚到了，那开始就上课啊，就什么课都上了，第3眼、第4眼、第5眼。什么呢？来那么多眼这样子。反正能上就上了，7脉轮、12脉轮、50脉轮，能上的全上。搞得自己精疲力竭。但是上完这些课，发现还是不圆满。对啊。真是，那到底怎样？这个其实跟当初佛陀也是类似的情形。当然佛陀比较伟大，他是想说要解决所有众生的问题，然后想说生命到底怎样才能走到那个永恒圆满的一个地方，这样，然后一直找不到，没办法帮众生解决问题。他比较伟大，是帮所有众生的。那一般人可能没有这种情操，就是至少为了自己，想说得到那个彻底的圆满，找到解决生命永恒的方法，这样。那但是现象上，不管你怎么追，然后再来换成追求心灵什么，上了一堆课这样。我懂这种感觉。你懂这种感觉？我懂，因为之前好像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对一些心灵啊、生命啊、智慧很感兴趣。就是我就开始接触一些神秘学啊什么的。那在外面我可能会遇到一些所谓的灵性老师。有很多种类型嘛。然后我就去接触这些，但是，虽然我感觉好像还蛮新鲜的，就好神奇哦，好神秘哦，但是又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就是我其实很喜欢听，不同人分享的一些智慧啊，等等等，但是总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就是好像缺少了什么，就感觉虽然这个是灵性嘛，智慧等等等，
但是好像还是很物质的感觉，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懂你的意思。对啊，就感觉好像还是应该说很外在的，很现象这样，而不是很还不是很心灵这样。对，所有东西都建构在好像很外在这样，都是一些比较形式这样。那对，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但是真的如果有让你往内在心灵走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顺畅，会比较舒服，会觉得说，越往内走，觉得越幸福越满足。但是你会常常发现，当我可能在打坐的时候，哇，好满足啊，然后哇，心灵好棒啊，好宁静啊，好幸福啊。然后一打开眼睛下坐了，什么赔了5万，然后你搞错啊，怎么搞的？然后就不满足了，就不圆满了，这样。上1秒钟还在，哇，真的是太圆满了。然后做到一半，然后，喂，那个衣服洗了没有？要洗啊，我早就洗了，怎么没洗？然后马上就破功了。你演的好传神哦，真的就是这样。很多人真的就是这样啊。好，打坐，我今天要冥想。师傅说要冥想的。师傅。海鲜说要冥想，西部，然后就冥想完，那个，怎样？啊什么？我跟你讲哦，真的。生命中太多事情，本来它就显现的不是那么圆满，所以就算我们在那边静坐一样，我们会面对很多事情，然后就马上就好像就不那么圆满这样。即使你都没有这些干扰，你还是没办法彻底圆满，你就会哇，好像很圆满这样，然后但是你没办法坐在那边1整年或者10年8年的，即使你的定境真的能够定在那边200年，那200年后你出定了，奇怪还是不圆满。这个有的人可以做个10天8天，他那个是气脉已经通了，所以他可以做很久这样。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圆满的，觉得哇跟宇宙合一这样，哇好圆满，然后处在一种很圆满的状态。但是他没办法不离开那个定，他一出来，怎么又不圆满了这样？但是其实即使在那个状态，也不是彻底的圆满，因为彻底的圆满到底是什么？它不在所有现象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能觉察到的一切，其实它都不是圆满的。这个说比较深一点，开始讲比较深一点。彻底的圆满，它是那个完全空无的一个点，连点都没有了。那但是产生了一个点的时候，这个点就好像是那个钟摆的轴心这样一个点。那由这个点啪跑出了分别，跑出了二元性，然后开始就有了好坏这样。当你有了好坏你一分别成2元，你从1元去分别成2元的时候就已经不可能有彻底的圆满。简单的说，好就一定会有坏。当你站在好的时候，你就会很担心失去这个好，然后会变成坏。你在好的那边，你也没有圆满，因为你担心好会失去，然后会产生坏。这是一个钟摆，它会摆荡，要摆来摆去你不可能会有一个彻底的圆满。当然，在某一个瞬间摆到这里的时候好圆满又摆走了。所以在这种现象里面是没有彻底的圆满，因为我们把一个现象从一个完整里面去分裂开来，一个原本没有信念的状态，我们去用信念把现象切出来，一旦切出来就变成有2边有2元，然后一切开来，它本身就已经不是圆满的，那再由这个不圆满状态去一直分裂，然后越分裂越不完整，越不圆满。所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就是一种要回归圆满的一种方式，就是当你把一切信念从分裂开来的，让它没有这个信念的时候，它就完整的又组合起来，然后一直回归这种完整，回归到最后，损之又损，乃至于无，然后就回到一个圆满的状态。这是一个从一开始我们不断的去分裂的一个状态，然后回归到我们不断把分裂，然后去组合回来，然后变成一个大的圆圈，然后圆满。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我们听到一个词叫做大圆满。那大圆满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修正的一个方式，它已经是走到一个无上密部最后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其实跟禅宗是一模一样，所以禅宗传达的也是同样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说不解释。从不解释里面，你不需要去分裂你的信念。当信念没有被分裂的时候，你才能进入那个彻底的圆满。只要信念一被分裂，切开来，一切开就没有圆满了。
那为什么我们又要从源头，然后被分裂出来，然后又要去找回那个圆满？为什么？因为原本在那个圆满里面，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圆满，有点像在水里面呢，不知道自己在水里面的那种感觉，就像鱼吗？就像鱼啊，他不知道有陆地是吗？对啊，很多时候，这宇宙一切万有，它这本身是一个圆满的状态，然后它因为本身是一个圆满的状态，它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可能性以及多圆满，所以它把它自己分裂成很多的一个个体性，然后每一个个体性借由去体会生命中所有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去体验他自己，然后又借由体验到所有的可能性之后，体验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之后，然后就会体验到借由这些可能性去回归到圆满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从圆满出发，然后又回到圆满的一个过程。但是从一开始不知道什么是可能，不知道很多的可能性，以及不知道自己有多圆满，等到他回去的时候就能够明白，哇，到底有多少可能性，有多圆满。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可能性不断的增加，然后到了你体会到空，体会到圆满之后，然后这时候你便跳出来世界，变成了玩家。这时候你既能够处在很圆满的状态，然后又可以去发挥最大的可能性。那这种状态就是一个超级玩家的状态。那为什么有人问说，为什么又要分小我、高我、超我？这关联是什么？他们是这个观点就是我们是做梦的那个人，做梦的人就是超我。那做梦的人是超我，那个梦境就是高我。梦境是高我，做梦的是超我，由超我去显现出一切，超我才能够去容纳这一切，就是整个都是超我，而不是别的。就像我们做梦，整个梦都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别的。梦是在我里面，而不是我们在梦里面。我们不是在梦里面，是梦整个都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那超我就是整个这个，但是梦境所显现出来的这些东西，它的影像啊，这些我们所能见到、所能摸得到的，它就是由高我去运作的。那但是高我运作里面，我当梦境这显现，这是高我的部分。那里面所产生的那个人物啊，我现在在梦境里面是一个什么角色？我梦到当总统，那这个总统就是小我。梦境的显现就是高我，那整个高我其实是包含在我的整体意识里面，那整体意识就是超我。这样解释就比较清楚了，很清楚，很清楚啊，超清楚的。所以以后我们讲到如何在现实里面去显化，为什么会跟高我需要融合、需要配合，那这样讲就解释得很清楚，就是那个梦境其实就是高我嘛，所以你要在梦境里面显现出各种不同的现象，那是不是要高我的配合？整个梦境需要去支持你啊，然后你在里面就可以如鱼得水。那有人就提出说小我不是重要的，小我的信念呢都没有意义，那要把信念回归到高我，然后才能够显化这一切。这样讲是一个反过来的过程，我们不这样讲，为什么？一般的人想是他的方式是小我跟高我融合，高我又跟超我融合，然后回归到一个完整的状态。那但是我们说的是，我们提出的是不解释，我们用不解释，用观察者的角度，让你自己先跳出来看整个事情，你以超我的观点去看待整个梦境。我们现在看到一切都是虚幻的，都是假的。对啊。那我观察着这一切发生，那个观察并没有任何的信念在里面，整个梦境的现象都没有意义。观察就是观察，一切是被观察的这个超意识，这个超我所看着的，所以我站在超我的角度来融合小我跟高我。这反过来，我们完全讲的是反过来的，不是从小我把小我消化跟高我融合，把高我再跟回到超我，不是，我们一开始就回到超我去看待这一切。那既然整个梦都是超我，在超我里面是超我的一个显现，那超我才是绝对的一切。如果我们站在超我的角度去玩高我跟小我，小我不是不能够存在，不是不能够去使用的，而是我是不是能够，是我使用小我，还是小我变成了主体，这个才是重点。就如果我觉得我是小我，那我就被小我操纵，但是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我不管我做什么，我这个身体都是我可以在游戏里面玩的一个东西，那谁在玩？所以玩家在玩这一切，这一切这都是在游戏里面，所以你不需要去
哇，什么人物要融合游戏，游戏要回归到玩家，不需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就啪，以玩家的角度直接来让这个游戏变成无限的可能性跟可控性，这个就是我们传达的。这样更快更好玩。更快更好玩。对啊。对啊，没错。更轻松啊。完全是轻松的。就一切都不用管，就很好玩这样。一切都不用管。就那这样子说，地球是修逻辑，其实是不是也可以变得很 easy 啊？游戏是修逻辑，玩家没有什么修逻不修逻辑的嘛。我可以翘着二郎腿，然后在喝着可乐，吃着爆米花，轻松的玩着修逻辑的游戏。玩的好坏没差，我玩家还是很舒服，还是吃爆米花。不会因为你玩修逻辑的玩得很吃力，然后你就不能喝可乐啊，你不能吃爆米花。所以回归到玩家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一种很轻松的态度去玩修逻辑的游戏。而不需要被修逻辑游戏修理的体无完肤的。轻松啦。轻松啦，所以圆满到底是什么圆满？当你处在玩家去运作、去玩乐、去进行各种游戏这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处在一种很圆满状态来玩。当然你如果真的要回到彻底的圆满，你还是要关机，你才是真正的圆满。因为那个状态它本身就是圆满。其实我们人的本质就是圆满，我们的本质就是圆满。我们离开了那个本质才不圆满，就是这样。那我们离开了整个游戏，回到本质，那其实就是圆满的。还在吃啊？是，好吃。我们8月24号会办一场台北参序活动。那报名详细内容在我们频道的第88集有说明。那报名的网址在第88集的下方置顶留言，我们有贴上连结，点进去就可以报名。那当天8月24号，除了跟大家吃饭聊聊天，然后发送小礼物之外，我们也会聊一些有关开悟啊、显化啊，如何融合高我，然后如何使用高我去跟小我结合，然后能够让游戏更容易显化，更容易显化去操控游戏，那天会做比较详细的来介绍，还有气的引导啊，还有进阶的，那大家可以去报名，我们8月24号见。8月24号见。那源头就是整体嘛，那又是谁想说我想要分裂出来体验什么圆满什么的？那当然就是整体啊。整体去想分裂。可是分裂出来有很多灵魂而且有不同梯。对宇宙一切万有来说，它是处在一个圆满使用信念的状态，所以它没有信念就没有信念，有一个信念，它就可以很单纯的把信念发挥到最大的效果。这个就是我们也会来提到，这跟显化有很大关系，就是你越纯粹，然后它就能量越大，越效果越好。就是直接先讲这个好了，就是宇宙一切万有，它处在一种完全没有信念的状态，然后它产生了一个信念，然后这个信念就会啪，然后啪，然后就无数的灵魂就跑出来。它只是动了一念而已，想了一下而已，不像我们这样哇想了半天这样哇想了好多事情，然后一直想。它不是，它什么想法都没有，然后出现一个念头，噔，然后那个念头啪，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就展现出来。其实它只有一个想法而已，宇宙一切万有当初到现在。他都没有其他的想法，就是一个想法。那当然，我们现在所有的想法都是变成他的想法，我们本来就是他嘛，是一体的。那所以现在他有很多想法，80亿人就有80亿想法，80亿个人，然后每个人又有好多想法。当然还不止80亿啊，还有很多不同的生物啊、生命啊，全部都是他们的想法，都是他的想法。所以他的想法现在有无数多个想法，每一秒钟就有数不清的想法。那原本他是没有想法，但是现在。因为借由这么多的个体它有那么多的想法，每一个信念其实就是一种可能性。其实整个世界没有别的东西，就是信念而已。一切是信念所显化的现象，再回归给自己去感受，然后再感受完，然后再产生信念，就是信念显象，信念显象，信念显象。所以显化法则。没有什么，每个人都在显化法则里面，不是说哇我不懂显化法则，所以我没办法使用显化法则，不是这样，是你生命中遇到所有事情，即使你今天吃了一颗葡萄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全部都是显化出来的，都是显化法则。就是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为什么你今天会看我们的影片？
怎么来的？显化出来的，就是这么简单。今天好像刚好今天有一个朋友，然后有一件事情，然后感觉说，得到了一些帮助，好像有一些帮助是来自我这样，然后他就感觉到啊，很谢谢。那其实这整个一切的现象从何而来？在他生命之中，其实都是他显化出来，不是我有能力去让他显化，我没能力去显化别人的意识。他生命中遇到的一切都是他所显化出来，所以他才是他生命中的主宰，不是我能主宰他，或者我能给予他什么，不是。即使我现象上看起来是我给出了一些帮助，这样，其实这些对他来说就是他故事里面的情境。那这些戏码怎么去发生出来，都是他显现出来，并不是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牢牢抓紧一个观念，一个想法。虽然我们不要被信念拉着走，但是这个信念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我们还可以继续抓着它。除非我们到了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不玩游戏了，回家了，那这个信念就可以丢了。那在那之前这个都可以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现象，遇到所有一切，都是我们自己所显化。我们是我们整个宇宙里面唯一的主宰，唯一的真神。没有任何一个神，或者任何一个佛，或者任何一个所谓的什么高灵什么，然后比你更强大，没有，半个都没有。墨子会不会比各位更强大？在你们的生命中，不可能。你的生命中只有你是主宰，不是任何人。牢牢抓住这个。所以，如何用我们这传达是你如何使用你主宰的全能？这个就是我们不断慢慢的在显露的一些讯息，让各位去看，你才是主宰，不是任何人，你是唯一的真神。那既然是这样，那你是不是彻底的圆满？每个人都彻底的圆满，在你的世界里面，你才是真神，真神怎么会不能圆满？如果唯一的真神都不圆满了，那就没有圆满可言了。对呀，对呀，我们的影片。我们的影片讲得很开阔，就开阔到不能再开阔，就开阔到哇，自己是宇宙的唯一的真神，然后整个宇宙都是我创造的，这开阔到对啊，没有界限，对啊，就你刚刚说什么，就是有一个观众朋友好像说好像收到你的帮助什么的，那像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大师啊，他不是。就是徒弟受到他的帮助，然后他就会说，你看吧，我就说吧，就是这样吧，师父说的对不对啊？对啊。其实永远，如果你是站在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老师或者一个师父，你永远不要去剥夺你的学生或者信徒的力量，你要把所有力量还给他。就是你遇到了一个老师，他是要让你完全能够拥有力量的，而不是剥夺你的力量，会觉得说不是钱啦，是说老师才是高高在上的，老师才是神，老师才是上帝，然后你们都要膜拜老师，然后老师你们不可能超越老师，你们都要听老师，你们都要追随老师，这样子就等于是一个灵魂的牵制，就等于是说我一直催眠你，然后让你被我控制。等到大家很多人被我控制的时候这些灵魂就被我控制，这样你就处在一种被控制的状态，而不是拿回那个力量。就是所有的讯息因为讯息太多了，就是很多宗教、很多门派、很多这些灵修的方式等等，到底是把力量还给你，让你能够感受到你才是主宰，还是你的力量一直交出去？我原本自以为是但是现在不自以为是师父才是一切我把我生命交给师父，把我的所有财产交给师父，把什么都交给师父，师父才是一切。你到底是把你的力量送出去呢，还是你因为这个善知识而得到力量的？这个要分得很清楚，这一看就知道了。所以各位在外面闯荡这个灵性世界、灵性江湖，师父神通广大。师父，我不是师父也没有神通广大。神通广大是各位，也不是我，就是你们是你们自己生命里的唯一主宰。即使你显化出一个样子就受到帮助或者怎么样，其实那也是你显化出来，并不是
那个现象是这样，那个现象只是一个样子展现成这样，这样才是越来越走向彻底的圆满嘛，因为自己才是一切的主宰。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拜拜。拜拜。